嗨，欢迎回到九九的沙巴漫游频道。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奇怪啊，为什么沙巴的这个航线还没有开通更多的国家呢？其实早就应该开通的嘛。那我今天就看到一篇新闻，就是马来西亚的旅游部长张庆信，他就说，因为呢，他跟沙巴政府要这个沙巴旅游的整体规划，要了9个月都没有看到一页纸。没关系，这个是我的强项。这个是 ChatGPT 的强项，我立刻用1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整体规划。虽然是中文啊，大家看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就直接翻译成马来文，然后递交上去，看看能不能多开通一点点航线。那我直接就用 ChatGPT 问了一下，能帮忙制定一下沙巴旅游部的整体规划吗？他立刻给我开了这么多的东西哈，那我们就一条一条来。我首先呢是把这些所有的都放在了 Notion 笔记里面哈，就是这个整体规划这里，然后把它打开，这边的旅游的框架都在这儿了。市场分析我已经去了沙巴旅游部的这个 Statistic 这个网站，然后市场分析的状况啊，客人的来源地啊，第一个是中国，第2名是文莱，第3名是南韩，第4名是台湾，第5名是新加坡，第6名是英国爱尔兰，第7名是9国，第8名是印尼，第9名是菲律宾，第10名是澳洲。这些其实已经分析的非常好了。那旅游旺季呢，我也都写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具体的话呢，其实还是得靠沙巴的旅游部再去 fine tune 一下。那竞争呢，来，我也用 ChatGPT 帮忙分析出来的沙巴的竞争对手是谁啊？马来西亚本土呢就有吉隆坡、槟城、兰卡威，那它的优势劣势全都已经写出来了。那东南亚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包括了泰国的普吉岛跟清迈，印尼的巴厘岛跟雅加达，菲律宾的长滩岛和西部宿务。那还有趋势分析呢，我同样交给了 ChatGPT， 它就出来了6个哈。第一个是生态旅游，它的概念是什么，趋势是什么，沙巴的机遇是什么，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冒险旅游。当然呢，冒险呢，我是不太会，就是有家人有家庭的旅客呢，基本上是不会去做这个冒险旅游的，因为也出过事儿嘛，所以就这个稍微缓一缓。那文化旅游呢，我是觉得一定要推崇这边卡达山的文化，这么多个民族，30多个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饮食，还有他们的习俗，这都是很值得去推广的，非常特殊的东西。还有我觉得 wellness tourism 或者是 medical tourism， 健康与保健旅游，这个绝对要大力推崇啊！因为我们的朋友很多是专门来这边看医生的，这边的私人医院非常好。那还有就是定制旅游，来就是个性化的旅游，这个是比较少有的，现在好像没有太多人在做这种定制的旅游。第4个呢，就是数字化与智能旅游，就比如说我们将数字人结合智能旅游，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只能看到一个板儿上面一堆文字啊，那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数字人，然后用中文、英文、马来文还有韩文，就是根据刚才的这个表，把所有这些文字呢全部用数字人动态的去给你介绍，而不是干巴巴的一篇文字，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其实我看到沙劳越的博物馆呢已经结合数字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沙巴可以借鉴的。那怎么弄呢？我在这方面是专家，我的主频道就是介绍数字人的。那目标的设定呢，这个要怎么样去增加游客的数量啊，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啊，这个我们就还是需要旅游部去做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的规划是怎么样。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国际航班开通，就比如说现在泰国的直飞没有，澳洲的直飞没有，那其实这些地方呢，就比如说另外的其他的几个旅游的旺区啊，就东南亚的都可以把它设置直飞。很多人他就是喜欢在东南亚到处走嘛，那也不一定要通过 KL 啊 ，KL 的机场和 Penang 的机场都很阻塞的。其实雅比国际机场通关挺快的，别看那么多人啊，大概半小时就全部能够通关，因为它有7、8条线。朋友跟我们说，槟城国际机场才叫痛苦，2个小时都过不了关。那当然了，实施计划、时间表啊，这些我就没办法管了。但是这些呢，就是一个大纲，如果能用的话，我觉得不用很长时间呢，大概1天的时间呢，你用 ChatGPT 稍微帮忙，也就能交出去
给旅游部长去批，我们看看能不能拿多一点国际的航班。那当然了，这个就是 ChatGPT 给出来的大纲嘛，你看多少页纸，已经很多页了吧。那整体规划完了之后，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航班，我们现在呢飞来沙巴的只有 AirAsia 亚航一个，基本上它是垄断了，而且它给的时间的选择呢也是非常的少，一天可能也就2班，就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深圳那边只有2班，那他们呢后来是选择坐船去香港，然后香港反而有3班航班。那很多的航班呢又是大晚不晌了，就凌晨几点钟的，这太折腾人了，所以很多旅客不是不愿意来，而是这个红眼航班太折磨人了，尤其是有小孩子的家庭啊。那雅比其实是非常适合有小孩的家庭来旅游的，但是你没有开这个航班，人家就来不了啊。包括我们深圳来的朋友啊，他是完全不想选 AirAsia， 不是因为我们在这儿的话，他根本不会来。因为他说 AirAsia 起飞降落的时候他耳朵就很疼，而且呢他这次来的时候下飞机就疼了一整天，那个飞机里面还有汽油味，所以心里面感觉是有点不安的。所以觉得如果我们要吸引的是高端的旅客那就必须要提供高端的航空公司。其实我们也能从数据里面看得出来其实本地的客人旅客是比国际的客人还要更多的，本地就是马来西亚本土的客人是撑起了沙巴旅游业的一片天呢。因为很多都是要去 KL 那边转机才能飞来沙巴。那沙巴的住宿呢，的确也是非常的缺的是什么呢？是高端的住宿。那来玩的旅客呢，如果你租民宿的话，你就知道10个有9个都是有问题的。就包括我们今天来的一个美国的小伙伴，他就说他租到房子呢，那个窗子是烂的，根本关不了，然后外面很吵，他晚上根本睡不着。所以就是这种细节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民宿真的是没有考虑的特别周到。但是你想，沙巴有22,822个酒店房间，其实是这个数字是够的。但是为什么好的酒店房间还是一房难求呢？就是因为它全部集中在 no ratings，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好是坏的房间有1万多个，占了差不多一半那4星跟5星的酒店，它的入住率是在70%以上，这是整个州的入住率那你看到了3星之后是断崖式的往下掉，所以证明了什么呢？就是缺的是高端的酒店房间，高端的民宿。比如说政府如果鼓励一下就是比如说翻新旧酒店，那3星到5星的酒店如果10年没有翻新的话呢，用于翻新的钱能不能去抵税，或者就是给他一个 incentive， 给他一个鼓励，让他去翻新一下下面这么多的酒店。那再到了民宿了，其实我们自己租民宿呢也遇到了无数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政府能够规范民宿的质量就比如说我们的朋友真的是租到了发霉的房子，而且是300多块钱一晚，不是说便宜你这个画面上面根本看不到，但他们投诉无门。我们曾经试过在 Airbnb 上面留一个差评，第2天整个 listing 不见，它关掉了，然后重新再开一个。所以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在平台投诉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给一个旅客投诉的正规的渠道那而且这个正规的渠道呢是要在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我上网搜的时候才搜到一个这样子的网站。但是呢，当我去投诉的时候呢，他只给我2幅图，我有几十张图我想上传，我根本上传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再到了交通的部分其实我发现就是任何旅游密集的地方，它其实都有，就像美国的话都有收费的双层 shuttle bus， 就比如说环游雅比的双层 shuttle bus 的这种行程，就是每个小时环绕1周，其实它也不会花太多的钱。比如说从机场跟重点的酒店跟民宿的聚集地，那就开设几个站，就让旅客能够自由的上下车站。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好像我在雅比还真的没有看到的 shuttle bus， 就是说能够提供给所有人的。那其实在这个 shuttle bus 上面呢，你可以配一个导游，或者是直接广播，这样的话呢就省去了一个人力。或者是未来有一个电车，就是电的这种双层 bus 是自动驾驶的，那就更厉害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见到的就是公共洗手间的问题那机场的公厕呢，其实代表了一个地方的脸面。
那从香港到雅比之后，其实我的心情是挺崩溃的，因为你看香港啊，极度现代化的厕所，然后就突然变成了没有厕纸的蹲厕。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香港的看到的厕所，非常的漂亮，然后所有的显示牌呀，然后你看这个门都是已经涂上了抗菌的涂层啊，还给你放手机的地方，就是非常干净非常白，你知道你坐在上面你的心是安定的。但是飞到雅比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蹲厕，就是你能感受到我们心里的落差吗？而且我们下飞机之后啊，其实是没有洗手间的，就是说你在去过关之前也没有任何地方给你买水，就是如果你是坐这个廉价航班，你不想吃它里面的东西，那你下了飞机之后，我是没有见到哪里能够买水跟买吃的，所以如果有孩子的家庭的话，其实是真的挺痛苦的。而且就是机场的这个厕所啊，这个是门面呢，就弄一个蹲厕，你要叫这种欧美的客人怎么办？因为他们是不会蹲的。那我呢，就是提了一些建议在我的这个小网站里面哈，就是我自己的想法。看到问题是好事，因为我们能够看到问题之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改善它。那如果看不到问题的话，才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怎么样去解决呢？就包括了比如说这个公厕没有一个母婴的厕所可以喂奶啊换尿布啊，这些都是家庭旅行必备的东西。那我也提了一些建议，我去深圳的时候呢，就我是被这个公厕给惊到了，一排坐厕一排蹲厕，你想蹲也行，你想坐也行。我们进 mall 里面呢，就是苏瑞亚 mall 一个这么高尚的 mall 啊，我们有一次去上厕所，我孩子想要去上嘛，然后有蹲厕有坐厕，但是他坐厕全部关闭锁住了，不给我们进去。然后我们在外面等了半天，还有很多本地人也是在等坐厕，结果呢发现干等了个寂寞，他那个坐厕就是锁住了不给你进的。而且这些蹲厕呢基本上全部都是湿的，就是在公共厕所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质的改变呢。其实我觉得去翻新一个洗手间，它应该花的钱不会那么多，最多也就十几万几十万，应该不会超过100万了吧。就是这些设施，香港的设施你看真的是很漂亮，我们也很羡慕香港的机场。还有很多啊，就是在雅比的那个各种 mall 里面呢，它的这个洗手间外面要收5毛。我是觉得哈，这个公厕呢就有很多水，我们从国外来的人会觉得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像样的洗手间，你还要收费，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无语的。就是公厕啊，尽量不要再收费了，尤其是又有味道又脏的地方，你不收费还好啊。说实在，这5毛钱也做不了什么，那还不如说政府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来改善这些公厕。其实这个费用应该不会用到很多，但是它能够提升整体的旅程的印象。那还有就是海边的垃圾，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是挺不舒服的。这么漂亮的海，沙巴的海是我看到最美的海，但是上面还是浮着一层的垃圾。有没有就自动清理的机器人，好像扫地机器人这样子，天天可以清理海里面飘着的垃圾？最好它是太阳能自动工作，就比如说它铲了一铲子之后，哎满了，然后回去倒垃圾，然后再出来，哎再铲一铲。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设计一下，就自动工作，不需要人力，可能工作个1个礼拜去维修一下这样。这就是我暂时想到的，就是说如果我要做一个整体规划的话，要怎么样去做。那其实有了 AI 的帮忙之后呢，已经是非常快，真的是2个小时以内呢，你就大概能够做一个发展的规划书出来。那旅游部长不就是要这个规划书吗？那就直接先发给他看看呗，不行的话再打回来再重新改，那至少多通几个国际的航班，这样的话呢，沙巴的旅游业才会慢慢的回到疫情前的兴旺。那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啊。其实我觉得沙巴旅游业呢已经是非常的规范化了，因为当我去看了几个就是旅游公司，再加上导游，他们的回答都是非常的 professional， 就包括他要去 maintain 一个旅游公司，他还得去做很多的事情。那要 maintain 一个导游的牌照，他每一年还得去重新上课，而且这些导游啊真的是很厉害。
英文、中文、广东话、马来文，有时候还会客家话、福建话。那你全球都再找不到一个地方有这么高资质的导游了。我觉得这些导游真的是要给他们每个人都颁奖。那我们的朋友其实都挺挑的，但他们挑的只是住宿、航班、厕所，从来没有挑剔过导游。他们对沙巴的导游啊、人啊、遇到的小贩啊、司机啊，满意度都是100%。就唯一不满意的其实就是这些硬件设施。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硬件设施配套做好的话，那沙巴旅游业真的我觉得会比泰国的更厉害。那不行的话就借鉴泰国的旅游业嘛，你看人家多厉害啊，反应速度多快，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立刻开放给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免签，所以很多高净值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人全都跑泰国了。就是如果有这个速度的话，我们就借鉴一下 AI， 我们把事情做快做好，然后也省了多少人力出来，这个写个报告的话不就交给 AI 几秒钟的事儿吗？